包装是蚂蚁官网限定版最常见的制式，小盒比手大不多少。峰绘的设计相当省事儿，它直接就是扒了原作漫画的封面，盒背的官图堆砌很平庸，没什么可提的。形象出处煤气灯下的歌坛城，这是个1989年连载的短篇独立故事，也是异世界刊的开篇。故事的背景是在1899年，结束多年欧洲之旅回到哥谭的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破获谋杀案并抓捕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相比小丑更偏向概念化的设计，造型上也是融入作者插画形象的艺术加工。相比之下，蝙蝠侠的呈现造型就更求稳，基本倾向于原作造型。那么讲到这儿，一定有同学就有针对性的疑问了，就是这么纯的蓝战衣配色它是哪儿来的？按原著漫画中好像偏黑的表现色居多，蓝战衣的镜头也伴随着大面积的黑色阴影，也就是说不少人对这套战衣的主印象色它应该是黑的。那玩具配色的颜色参照应该有二，其一是原作画师米格诺拉绘制的插画形象，这个考量倒也合理，因为小丑构建的第一取材形象就是插画形象，蝙蝠侠也做个插画配色，让两个产品的构建方向更统一。其二，这个配色也来自于煤气灯下柯滩城的续作1991年的未来之主，不过画师换了。在续作漫画里，蝙蝠侠的战衣颜色就非常直给，每一幕都是蓝的，包括这次玩具的一些配件，形象考量也更偏向续作漫画。这个大斗篷确实是这个造型的主呈现区域，不过它的面积确实太大了。针对咱们要讲解的一些包括衣物的处理啊，素体的构建呢，视觉的遮挡还是比较严重，所以咱先把它脱了。失去斗篷修饰之后，这个素体的问题还是非常明显的。头大了，超英全甲的战衣形象，这个头雕宁可小别大了，这个提点我讲过好多次了。你像煤气灯这种整个造型都以斗篷为中心，人物整个就是个斗篷架子的形象，它就更需要头小点，存在感稍微低点，要不这大披风大斗篷它拿不起架来。蚂蚁头大是个传承性的设计，之前他们家的成名系列就是鬼娃嘛，所以后续做啥系列都带点那娃的头身比。这个1:12不1系列从最开始就是蚂蚁最淡化这个设计的系列。你看最开始的黑暗骑士归来呀， BVS 系列的蝙蝠侠呀，后来的漫画蝙蝠侠老中青系列呀，倒还真没那么严重。那最近呢又把这设计捡起来了。你看近期咱讲的影视系列那个闪电侠呀，基顿蝙蝠侠呀，再到今天漫画系列的这个煤灯蝙蝠侠呀，都这样。素体用的算蚂蚁的强壮素体之一，比例的问题本身不算太大，但是加上这脑袋就显着身子也短，腿也短，胳膊也短，而且视觉上最突出的是这两条粗腿。这个造型在呈现上更适合有一个异化素体，这个咱们一会儿讲。身体衣物的刻画和布料的选择是这次我比较惊喜的点，没有使用常规的紧身衣螺纹布材质，它是用更偏硬的布料去模拟那种棉麻混纺的旧军装的感觉，而且衣物的感觉也不那么紧绷修身，布料的纹理对于这一玩具的尺寸来说也算合理，没有过大。这样呢，就让这个产品在质感上不同于蚂蚁之前的任何一款紧身衣蝙蝠侠形象，衣物气质更偏向写实的生活化，上身来个双排扣，整得跟那个苏联冬款军装似的。这个不是原作造型，也是受一些二创的艺术插画影响，算是为了丰富这造型的细节，不算毛病。胸前的胸标和扣子都是用贴胶体现的，这版蝙蝠侠算是贴胶使用非常克制的了，没有超量的叠加这个工艺，还是尽量让这个造型这个衣物有年代感。上半身针对造型呢也有个败笔，就是这个衣物的材料它比较硬实，不是那么太随形，所以胸前看起来有一个巨大的坑，就是整个衣物在这儿有一个弯折，翻到胸前的造型切位里去了，就比较影响造型的呈现。这个位置里头应该稍微垫一层加厚衣，让它能这样，显得这衣服更厚一点，可能会更好。人物背后主要是用缝位去体现细节，还是偏向军装的那个路子去呈现这个战衣。剩下的咱就把这披风装上聊。披风有个装配位上的小巧思，一会儿装上看不见了，先给大家看一眼。它的装配位在这个位置，它是两条带儿，这个人物像背书包一样把这披风加斗篷背起来，组装之后这两根用于连接的松紧带在腋下，不会影响产品的可动。同时有了这个衔接位之后，披风和身体在大区域上是稳定的，在你互动的时候就不用总是担心这个披风会有大的结构位移了。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配位，但是它的作用非常大。我相当感慨啊，因为我个人参与监修的第一个蝙蝠侠产品就是某厂的煤气灯下哥谭城蝙蝠侠，后来这个产品没有上市，研发也停掉了，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没解决披风和身体互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蚂蚁这个主配位比我想的好，而且挺容易实现。
煤气灯下哥谭城蝙蝠侠的这个形象，尤其是布衣人偶，它制作的最大难点应该就是这件披风，它成了这个造型基本上就没有不成的道理。蚂蚁这个应该算成了一半。咱也就手说一下这个服饰，这个玩意儿应该叫西班牙斗篷，西语国家19世纪末开始很常见的一种服饰，最早是牧师和传统基督徒穿的，后来在民间流行。西班牙的卡洛斯3世在位期间还曾经禁止过这种斗篷的使用，原因是他觉得这种斗篷非常危险，可以轻松藏匿人的手臂和后背，很容易成为抢劫和谋杀的掩护，所以这个斗篷也带了那么一丝禁忌色彩。这可能也是漫画作者为蝙蝠侠选择这一服饰的原因，有点像描写梁山好汉吃牛肉的这个笔法，有那么点打破常规的意思在。接下来我也要说一下这个斗篷的呈现方向要做到哪些点。我说的以上这些点谈不上严苛，大家不用去纠结是大比例不一小比例不一，是不是应该做到这些。咱就这么说啊，这个造型斗篷既是本体，不管6寸的12寸的没达到这几个标你就别做，这我他妈老有经验了，你不管是想自立啊，还是你手里有这案子，你都可以听一听啊。在剪裁上，第一层的斗篷和第二层的披风实际没有做完整的两件，它是把斗篷和披风在这个位置缝一圈，再在顶上交汇处缝一个它俩共同的领子，这样相当于争取了一部分布料的空间。在6寸这个小尺寸下，这两件披风看起来还是不算臃肿，这3股结合位的位置藏的也很好，在翻领的里面。第二个处理的很棒的地方是他在剪裁的时候就把肩峰处预留出来了，看起来就是一个高大的肩膀把这披风托起来了一样。实际上这个位置如果你不做裁剪的预留，那一定出不了这个形状，一定是这样，像羽毛球似的。而它裁剪的这个位置其实比真实的肩位要再高一块，相当于是为它做了一个假垫肩，就是你以为这个位置是肩，实际上这位置是空气，它只是裁出了这么个形而已。以及高领的位置，它一定要能立起来，形成这个造型气势上的支柱。这块裁剪的设计上也很好，它3股进一口，人为的就把这个位置垫得特别厚，让它不容易软下去。以及2股铁丝的加入，第一股从这儿一直延伸下来，让它折位固定；第二股在翻领上正好直一圈，让它弧度也可以固定。还有这披风和斗篷的2层一定要贴合在一起，它俩不能打架，这点做的也不错，也是用铁丝实现的。你像上沿的斗篷直接就是铁丝固定死，这一圈都有铁丝，让这斗篷能贴到披风上去。还有最后一个很遗憾没有实现，这个造型要体现它随性松弛的点做砸了。看见胸前这挂链没？这个挂链其实对于这个斗篷来说更多的是装饰作用，真正的人穿这件斗篷，它搭在身上，它的这个重量就足以固定这件衣服了。但是蚂蚁的现在这个状态，这个衣物的呈现一下就紧张了，尤其是它还在视觉的重心位上，就是这个链一直绷得紧紧的，谁要是动剪子给它一剪，可能这披风崩就得飞出去。以上的那些塑形剪裁的努力所营造出来的这种自然感就都带没了。而且脖子以下有这么一根绷紧的线，它在视觉上给人的感觉就很窒息不舒服。我给大家模拟一下啊，理想状态应该是这样，是不是观感上一下就放松了，人物给你的感觉一下就舒适了。看，这就是仅仅一根视觉上的线状物对于整体效果的影响。我现在这效果不能动，一动就全散了。这块应该怎么改进呢？需要装3个磁铁配位，2个点是对称的，胸前和斗篷，而且斗篷上磁铁必须装在外层，装里层呢顶上那往上翻。另一个磁铁位在背后，要让整个披风尤其是领子能够往上这样拔一点，形成这么一个领高胸低的效果。而且磁铁它不是死配位，人物活动的时候该跑，立正的时候这几个点一卡归位，这个塑形效果就出来了。聊了这么多，对于这个产品的设计思路、工艺乃至选材，大家能感觉到啊，我都是报以肯定的。但是对于制作出来的产品造型呢，我认为不行。简单来说就是设计思路很好，呈现方向很瞎，那么导致整个造型呈现方向不理想的，还是在讲塑体那儿咱就聊到的老生常谈的头大，需要大家都做绿叶去衬托整个披风架子的这么一个形象。头大了，效果确实打折扣。尤其它领口吧，还是这么一个捧月造型，捧起这么一颗大脑袋来。再有就是腿，准确来说是靴子。这个鞋它跟原官图里是不一样了，它做了更倾向原著的还原改动。原著里煤气灯下哥谭城的蝙蝠侠，他穿了一双过膝的软皮长靴，
蚂蚁也顺势改成了这种造型。只不过呢，相比原著的一体靴子，它是增加了一些结构化，它是相当于靴子顶上又绑了一层这么个皮甲的呈现。但是这就属于完全不考虑因地制宜。原著为什么这样制作？因为这部漫画里蝙蝠侠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力士身形，马戏团摔跤手的那个感觉，宽胸阔背，还有个肚腩，细长的2条大腿。这个过膝长靴主要就是为了修饰他那2条又细又长的腿，也让腿看起来没那么空。那蚂蚁这个他当然是不应该这样做了。那原因很简单，蚂蚁的身形就是五短身材，胳膊也粗腿也粗，胳膊也短腿也短，它不需要在视觉上修饰单薄的腿，正好相反，它需要在视觉上让这腿稍微细点长点。但蚂蚁的这个加入了这个元素，首先就是粗上加粗的腿，让整个人都显得非常肿。另一方面就是蚂蚁的身材都是敦敦实实的，过膝的大后腿甲就显得腿更短了，还是在拖这个造型的后腿，它是不对的。而且作为一个可动人形，他做这种过膝配置的靴子纯是给自己找坑。梅登的蝙蝠侠有一个很标志的造型，就是插画造型，半蹲在烟囱上。蚂蚁的官图也模仿了这一原画，官图是没有改靴子的，这个实物改靴子做出这个造型的效果呢，十分的滑稽，2条腿都多出了这么一个斜面的突兀位。那为什么会这样？也很简单，原著那个过膝的软皮靴，它如果都用胶件呈现，这个人物下半身就动不了了，所以他把这软皮靴砍了一半，又自作聪明的加上了这么一个绑腿的元素，就导致这个非常重要的造型它也呈现不了。实际上小比例在呈现这个造型的时候，它确实有难度，因为你想要做出披风的垂感，它就需要一些能展现垂感的尺寸，6寸嘛，它实在太小了，这种披风垂下来的感觉就弱一些。所以这个产品它很适合用特型素体去呈现，适当的拉一拉腿的比例，让腿长去调整整个的视觉效果。这腿部就不用说了，这就属于不用填充的地方瞎填充细节。但是胸前呢，咱说了，这个位置它倒是应该做一个加菲衣，让它有一个小肚囊的感觉，让胸前的呈现效果更完整也更饱满。这个呢反倒是没填充。主体的问题其实比较多，但是问题更多的应该是配件，能抬一手的东西几乎没有。先说头雕吧，圆头雕它问题也不大，面部轮廓上比较扎实。梅登蝙蝠侠的特点就是他戴一个皮缝的面罩，顶上还有手工质感的缝线，这一造型和元素启发了后世很多的蝙蝠侠作品。最典型的就是最新一部蝙蝠侠电影《新蝙蝠侠的战衣》，并且面罩头雕外露人眼，不涂黑眼圈去遮盖，还是强调手工气质和年代感。面罩背后是更突出的缝线和皮褶，这个也合理，背后用这种更突出的带涂装的缝线去丰富细节，前面只在建模上体现，更轻微一些，不让它过于抢戏。这次面罩头是双头，第2颗头是怒头，这个怒头的呈现状态它就比较一般，表情有点太小了，和普通头没有拉开辨识度。另一个就是头雕的配置给的非常外行。煤气灯下哥谭城蝙蝠侠，他的作画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特写镜头下人物是外露人眼的，在非特写镜头下蝙蝠侠是白眼形象。蚂蚁之前的漫画蝙蝠侠就尝试通过不同的头雕去展示不同时期的状态，例如说长耳短耳，但是这里却完全没有相似方向的考量。做煤灯蝙蝠侠来讲，这一点它甚至不如兽屋，这个配置绝对是个大失败。真人头雕这算是这个作品在配件上极少的亮点，它呈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韦恩，方面阔口，很具年代感的发型，这一时期把鬓角留得很长，发型和面部特征也有借鉴漫画，还是挺契合一个200多斤的美国大力士的长相。另外这个提点咱也聊过，就是超英玩具针对头大的包容，真人头比面具头要高，这就是很好的例子。它面具头跟真人头比例尺寸差不多的情况下，换上这个真人头，观感又好上不少。第2个我想聊的配置是斗篷，斗篷可以说是这个产品的主体。现在身上披的这个，它的呈现效果问题咱都聊了。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表现的方向太单一，它仅仅适配这种厚重带有神秘感隐匿色彩的造型。原著呢是2种状态，其中一种是这样的，那另一种是要表现人物气势造型张力的画面里，这个披风是要露出手臂和躯干的。简单来说，就是披风大部分都背到后面去，整个前面这块的呈现都取消掉。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配置里有第2张披风。这个披风的版本2，它的斗篷不变，披风的呈现面积要小一些，从这个位置开始裁掉，
只留后边这一块，或者你这个披风可以手动调整，就是把它背到后面去。但是因为有这2根书包带的存在，它是没有办法把它塞到位的，实现了也很勉强。这个位置堆料堆的太多了，背后也是这3块披风叠一起已经成背后了。再有，为什么需求双披风？这次的披风它又是这种3颜纸铁丝的，但实际上梅登蝙蝠侠的披风下沿它是锯齿状的，所以你看它封面造型的时候，迎风飘起的感觉是挺有侵略性的。这个披风你想让它做一些造型化的塑形，那显然就差点意思了。如果有版本2，应该在这个方向也有调整。现在只有这单披风的情况下，产品的互动性其实降低了很多，因为这个披风基本不适配任何的人物造型，除了立正，哪个造型跟披风兼容性都差点。而且漫画蝙蝠侠配双披风，在蚂蚁之前的产品里就有类似的配置，也并不是什么过分要求。道具类配件跟这个造型最相关的应该是飞刀，建模没啥说的，这飞刀应该是这个造型的补完，装上它整个造型才完整。但是匹配度也不高，这飞刀大了，它这个五短身形擎不住这么大的飞刀，会显得身形更短。这个飞刀更多的是修饰造型的修饰品，相比人物握持的合理性，还是让它在收纳的时候比例更适中更重要。这配件是个手型，一个直虎手勒子，蚂蚁设计的这一版的蝙蝠镖可以展开，展开是一个蝙蝠形，攀岩爪，非常传统的蝙蝠侠道具。夜视镜这个道具倒是经常出现在梅登的一些艺术插画里。蚂蚁的这个呈现一般吧，感觉跟主体是俩画风。空面具这个还做的挺有细节的，这一版面具它是软料的嘛，它做了这种脱下来之后的形变。最重磅的配件它肯定是这个呀，一个配件占半拉盒子，看着结构很精密，并且还有联动点。装上看一下啊，这个需要把披风去掉。我操，这啥玩意儿？这是本来失去那个斗篷的修饰，这个主体它短粗胖的感觉就非常明显，再加上这个背包上特别臃肿的线条和特别臃肿的腿，就让这个造型显得异常的幽默，跟他们异世界忍者神龟似的。也可能收益造型不是这个形态的卖点，咱们做一下展翅造型。我操，这他妈又是啥呀？这是飞天大王吧？不是，咱说这头雕、这翅膀、这绑带、这衣物，这他妈各唱各的呀，这不是一个画风啊！你这4个区域5个画风6种比例，那可能这个也不是主造型，主造型是那个滑翔造型，咱们也试一下。嚯，这又是嘛玩意儿啊？这样啊，咱从头梳理吧。这个配件，它这个配件啊是想表达一个滑翔翼，或者说达芬奇飞行器。在煤气灯的续集《未来之主》里也出现过这个道具。这个配件的想法是挺好的，它还挺点题蒸汽朋克这个元素，想实现只有一个必须完成的概念点，就是大。这个滑翔翼必须展开之后比人宽个几倍，有那种遮天蔽日的感觉，它才出效果。这个配件的问题没别的不应该说没别的，这个构建也够糟的了。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太小了，效果出不来。你就这他妈哪是滑翔翼啊？这么精点小玩意儿能兜住风吗？再加上前头绑带做这老大，蝙蝠侠一抓着俩扣，整个就是给上上刑了。这他妈整个就一蒸汽朋克风的刑具。这么说吧，这么一个占半盒体积的独立配置，它的呈现效果远输于 PA 改的蒸汽朋克蝙蝠侠那个滑翔翼披风2合1的装备。针对这个由滑翔翼组成的第2造型，0分，0分都高了，占了半盒体积，花了半盒钱，装上之后让人有一种由内而外发自肺腑的恶心。真不如把研发工作用在扎实的地方，多给俩头雕，多给俩披风，比这个强100套。蚂蚁煤气灯下的科坛城版蝙蝠侠又是迷惑操作大集锦啊，在小细节上有亮点的同时，能把大方向上呈现的这么糟糕，那完全得益于瞎考量，该还原地方不还原，不该还原地方瞎还原，并以此无限放大产品的缺点。而且很显著的问题，这是这个产品也是公司底层逻辑的问题。大家看官图就能看出来，这个蝙蝠侠换过素体，原版是个瘦素体，相对的瘦高挑，给人感觉上是细胳膊细腿小脑瓜。大货换了五短身材强壮素体，又加了粗腿放大器，又放大了脑瓜子。胸前挂链原本也是塑形胶，不用考虑形状绷不绷紧的问题。我估计这个滑翔翼也是为了配当时那个素体做的。那这些调整不都清一色负优化吗？就这么改还用改2年？你们那监修会是这么开的吧？看看产品还有哪儿好，赶紧改喽。像煤气灯这种蝙蝠侠配色有争议的产品，那你出蓝色版基本就意味着发售之后
会马上出重涂品黑色版，到现在都没出，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发售之后的反响并不好，另一种就是厂商自己对这产品也没啥信心。我也只能说，作为打磨多年的限定产品，完成度远未达预期。那么好了，这期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